期末考试那天，我们全班都被困在了考场之中。原本的语文试卷上只剩下了一个问题：谁是多出来的？只有全班人的答案都正确时，我们才能离开这里。在第一轮考试和第二轮考试中，除了我自己，还有一个神秘人一直在投我。第三轮大家说都写自己，我却犹豫了，因为如果我填自己，下一个死的将是我自己。情急之下，我想到一个名字，没想到这个举动却吸引了老师的注意。我原以为监考老师会和之前一样，收了试卷就离开这里，却没有想到他打了个响指，随后整个空间扭曲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消失了。接着他竟一步一步地向着我靠近。我写的是一开始就死掉的班长刘娟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交白卷而死，也不会伤害任何人。真聪明，经历这种事情还能保持冷静思考，而且还能找到规则的 bug。 不过他可不是这里多出来的人。他把头凑近我，你没发现吗？教室里多出来的人就是我呀。你调准考证的时候，我就记住你的名字和小天。偷偷告诉你，我只有第一轮给你投票了。对啊，这个教室里多出来的人不就是他吗？这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学校见过这个监考老师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，仿佛看到一丝希望。不过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是谁。怪物监考老师好像恶作剧得逞一样大笑起来。这居然是道死题，不会有答案，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。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难道我们就只能够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吗？想到被杀死的班长刘娟、白洁、张三，我只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绝望。不过你很有意思，我不介意让你多玩几轮。接下去我们来玩个背刺游戏。游戏的规则只有2条。第一条，当你得票最多时，所有投你名字的人都会死。当你得到所有票，你会获得胜利。第二条，你不能把游戏规则告诉给任何人，否则你将成为正确答案，变成多出来的人，杀死你，全部人都能够安全离开。他再次打了个响指，空间扭曲一下子变回了原样，监考老师也回到了讲台上。1小时后，第4场考试。现在的我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让所有人选我，然后成为胜利者活下去；二是故意泄密牺牲自己，让所有人离开。在前3次考试中，我没有伤害过别人，几次的投票中，我都投票给了自己或者是死掉的人，但并不代表我不想活。我的思绪一时有些混乱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同学们在教室里闹哄哄地讨论自己写的名字。突然教室的角落里传来了打闹的声音。王德发，你他妈的！李雷，你神经病啊，干嘛突然骂人？角落里2个男同学王德发和李雷掐在了一起。你俩干什么呢？都这个时候了还打架？坤坤过去劝架，结果自己却挨了一拳。王德发，你这个畜生，不是说好了写自己名字吗？刚递试卷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的答案是我。我想起王德发和李雷之前就有些矛盾，只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下，王德发不惜成为大家攻击对象，也要做得这么绝。大家开始指责王德发。王德发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？说好了大家一起写自己，你怎么这样？王德发这个大个子的男生居然就哭了起来。会死的，我们都会死的。如果我们都是一票，我们都是答案，我们都会死的。我不想赌，我不能死。而听到这话，一旁的李雷也是青筋暴起。你不能死，难道我就该死吗？说着，李雷整个人的脸色都不对劲了起来。我不要像张三一样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随后他直接拿起了裁纸刀，大家吓得都退后一步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李雷就狠狠划破了自己的喉咙，倒了下去。周围的人也都呆住了。监考老师又来了。监考老师似乎完全不在意李雷的死亡，只是照旧写着上轮考试的结果。票数最高的是坤坤，14票。我没有看到我写的班长刘娟的票数，显然这个漏洞是不作数的。
没有想到会有超过一半的同学投票给坤坤，明明说好了，结果大部分人都没有遵守承诺。坤坤很快就要死去，而刚刚死掉了的李雷不过2票，原本根本不用死的。监考老师走到了坤坤的身前，哎呀呀呀，你还是副班长，对吗？看样子你的同学不是很喜欢你呀。坤坤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惨白了起来，紧接着监考老师张开大嘴，一口咬掉了他的头。这一次我仍然在答案上写上了班长刘娟的名字。1小时后，第5场考试，监考老师和坤坤再次消失，闺蜜甜甜走到我身边，小天，上一轮你投给谁了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里一下子咯噔了起来。我的票数就在黑板上，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只会以为黑板上我的那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，除非刚才那一票是他投给我的。我当然是投给我自己了，你的那一票呢？为什么黑板上没有你的投票？听到这句话，黄甜甜的脸色有些难看。我也投给坤坤了。他在撒谎，他肯定是投给我了，可是为什么？明明我们玩得那么要好，他却想杀了我。我心里一冷，一个想法在我的心里涌起。我们说好了要投给自己的，你怎么可以违约呢？你看，我都是投给自己了，你怎么可以投给坤坤呢？我很大声，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黄甜甜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是要大家跟着你一起死吧？下一轮我们一起投黄甜甜，让她去给坤坤陪葬。尽管全班有超半数人都投给了坤坤，但是此时所有人都表现像义愤填膺的正义之士一样。小天，你根本没有投票给自己，你那票是我投的，你才投了坤坤。这一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，全都有些鄙夷地看向我们2个人。黄甜甜，你为什么要投票给我？不是你先投我吗？除了你，我没什么朋友，也没跟人有什么交集。第1轮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注意到我，来投我？我顿时有些无语，这是什么逻辑？难怪他之前问我投的谁，没想到他心里却是这样看待我的。小天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他不是纪律委员吗？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声，更多人开始接话。对，班上有谁没被他跟老师打过小报告？平日当人面装的跟烂好人一样，背地里只怕也是个阴人。等会儿就写小天的名字好了，谁让他当狗的？就是，写他，老师不是最喜欢他吗？没准他就是多余的。大家像是找到了什么宣泄口，用各种恶毒的话开始攻击我，互相怂恿投票给我，想把我当成下一个祭品。我的心也彻底冷了下来。是的，我是纪律委员，负责维护班级的日常秩序，无论是考试作弊，还是晚自习玩手机吃零食，屡劝不改的我每次都会一一记录告诉老师。难道这些不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应该写小天的名字吧。眼下我们还是想办法找到多出来的人吧，不然早晚我们都去死。如果大家都投了自己的话，也许就能够找出多出来的人是谁的。是凹鸟，他人缘很好，因此有一些人就答应了说再投一次自己，但是我并不担心。看一个人不要只听他说什么，而要看他做什么。刚刚大家不是有那么恶毒的诅咒吗？为什么最后坤坤还是14票被投了出去了呢？至于李凹鸟，我拿出一张草稿纸写了些东西，然后再走到李凹鸟的身边，悄悄塞给了他。上面写着的是投给刘娟。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如果李凹鸟投票给刘娟就是无效票，那我还是可以满足得到所有的票。而且李凹鸟能在这个时刻站出来为我说话，我还是挺感激的，这样没准他也能活。这一次是王德发。监考老师似乎心情很好，只是一次就了结了王德发。当我抬头看向他时，不经意间我们的眼睛对上了。奇怪的是，我感觉到他现在的心情似乎非常愉悦，真的很古怪，我的心底隐隐有些不安。而看着手中的试卷，问题还是老样子，谁是多出来的？收卷之后，怪物监考老师的脸却看上去有些阴沉。我原以为还要等60分钟才能够公布结果，没想到他直接转身在黑板上开始书写起来。何小天21票。这场考试的胜利者是何小天。
胜利者为什么是何小天？老师，我们都投何小天了，不应该是杀死何小天吗？对啊，我们是选对了吗？小天是多余的吧？那我们才是胜利者吧？绝望让大家愤愤不平地声讨起来。监考老师不耐烦地打了个响指，下一秒，大部分人的头就像被大锤砸中的西瓜一样爆裂开，就像一朵朵血色的烟花。瞬间，整个教室里都是肉块与血。讲台上的怪物监考老师阴沉着脸，似乎对结果很不满意。60分钟前，我把纸条塞给了凹鸟，凹鸟看了一眼，我写过了。我吃了一惊，抬头看黑板，上面确实没有李凹鸟的名字。已经死了班长白洁、张三，剩下的同学只有27人了。去掉我的无效票，加上监考老师的投票，原本应该还是27票，现在加起来却只有26票。我看向他，他点了点头。我立即明白，他也跟老师达成了交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场考试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他们只是想要吃人，可以直接杀死我们。是的，如果他们只是纯粹的怪物，他们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舌头杀死我们每个人，但现在却要这样费时费力地制造一场规则游戏来杀人。唯一的解释是，他们也在遵循某种规则完成某些事情，并不能随意杀人。我们在这里既不会饥饿，也不需要上洗手间。这里显然不是我们那个世界，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原来的身体。那如果我们遵守好考试规则，但是又一直投班长李娟，会怎么样？考试会一直持续，直到我们猜出老师的名字。我原本想过，按现在之前的规则倒推，我们会一直投票到只剩最后2个人，2个人再互相投票给对方，然后大家全部死亡。所以这场考试只是在制造一个所有人自相残杀的死局。但是刚才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一种可能，也许他们必须遵守规则，只能留下1个人来成为某种存在，也许是变成跟他们一样的东西，甚至是替代他。或许这才是这场考试存在的意义所在。我想起监考老师刚才愉悦的模样，突然感觉一阵毛骨悚然。对呀，所谓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是能活着回到现实中，也许只是不用去死，却会成为他们这样的怪物。所以我们并没有2个选择，我们只有1个选择，继续写班长刘娟。同学们，如果想活下去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。现在讲台上怪物监考老师的脸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活着的同学加上我和凹鸟有4个人，显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结局。虽然凹鸟告诉了大家写班长刘娟，但是看来大部分同学仍然选择了他们觉得更保险的方法，就是写我的名字，然后等投票结果后，看看别人写班长刘娟的后果，再决定要不要跟，这样显然更保险。反正会死的是我，只是可惜他们并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悄悄改变。我们现在开始下一场考试。监考老师走来走去，看上去焦躁无比，偶尔在自己的脸上胡乱抓挠几下，似乎跟凹鸟想的一样，只要我们遵守考试规则，他就拿我们没办法。不知道过了多少轮，监考老师面目狰狞的脸已经被挠得血淋淋，更加恶心恐怖。突然，门外传来奇怪的摩擦声，门嗖的被打开了，一张巨大的人脸出现在那里。考试时间到，考生停止答题。完蛋了！我顿时心中一凉，万万没想到居然有截止时间。我看向凹鸟，他看上去却很淡定，甚至朝我比了个爱心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莫名感觉有些安心。老师，求求你，再给我几分钟，我马上就完成了，马上就……我看到监考老师脸上露出恐惧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人脸嘴里伸出的巨大舌头卷进了嘴巴，然后门被关上了。听声音，那巨大头颅咂巴着嘴离开了。原来真正的考生是这个监考老师，我们才是怪物们的考题。他的证件不是监考证，而是准考证，上面的数字是他的考试编号。这个怪物老师可能是吊车尾的那种，脑子不太好，所以看到我和凹鸟比较聪明，想要利用我们帮他完成考试，没想到反而因为暴露信息把自己弄成了死局。地上的残骸和血迹突然消失了，我走到凹鸟身边。你早就知道了考试有截止时间？不，因为你有主角光环，跟着你不会死。什么？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会结束的。突然一阵眩晕，我眼前一黑，
等我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。啊，小天，你醒来了，我的孩子啊，你受苦了。妈，我怎么了？都怪你们学校和那遭天谴的无良商家，你们吃的早餐里面那个鸭脖是用毒死的老鼠做的，你们全校学生都中毒了，怎么洗胃都没用。你们班还活下来，你们4、5个，其他班那真的惨呢，一个都没活下来。还好你运气好，不然你可让妈妈怎么活呀？对了，我想起那个鼠鸭了，跟鸭脖混在一起，因为有股怪味，所以我只嘬了一小口就丢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学生因为这么可笑的东西死掉了。这辈子真的再也不想吃鸭脖了。